尊道就是学道，就是成道，就是传道，就是弘道。修道之人追求性果圆明，功行圆满。这个功就是要弘扬道法，兴旺教门，延续薪火，服务社会。所以功在弘道是道人的天职，但道应该如何去弘扬呢？一切答案都写在无上经典之中。道德经说：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邦，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凡欲于道业上有所成就，就必须修真体道，践行天道法则，并以此影响到天下，如此才是大道之事。自古以来，能做到真正像道一样善德的圣人有很多。老君以天地的智慧糅集于《道德经》一书，成为我国传承千年的道德典范。这样的德是好德，因为老君的思想已经不仅仅流淌在我们华夏国人身上，更流淌在全人类精神大洋之上。无论是社会信众还是修道人，都应该做一名勤行大道的上士，努力去践行所学到的至善知识与经验。我们发心愿去做一名上士，勤行笃行，学道便会乐在其中。如何去践行大道？莫学认为，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既然是在修道，就要无分别心，以利济天下众生为最大的功行。修行人要时常怀有一颗悲悯之心，从生活中最微不足道的小事做起，尽心尽力去做，这才是利而不害，为而不争的上善大道。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是有道的。自古以来，善于行道的人，他的行为往往是最善于契合自然，融大道于最平常之处。大道无形，生育天地；大道无情，运行日月；大道无名，徜徉万物。道看不清又摸不着，它究竟在哪里呢？庄子说：道无所不在，其在下也。道在瓦砾。由此看来，道具有谦下、包容、像水一样美好的品德。谈及修道，就是要让我们每个人都拥有一颗谦善、包容的道心，用这颗道心来指引着人生的方向。由此，道就在我们心中，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是有道的。老君《道德经》第15章讲到：古之善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学道的人善于体悟自然，就是要将道的美好的品质代代相传，能将最细微的爱心传递到需要帮助的人身上，这便是那颗有爱、慈悯之道心，道行的体现。道在心中，道更在行动上，用真功实行去体现道心，
这正是老君爷告诉给我们的修道之理。要想突破4维、5维、6维，成佛得道，首先要具备财、律、法、的施、德、慧、悟这8个要素，这是取得修行成功的必要条件。财有2种含义，一指财是修道人必不可少的道资道粮，古人云：无财不足以养道。你要想修道，首先必先学道，学道需交学费，游历名山大川，遍访世间高人，被寻拜名师，求法学道，需要路费、学费以及对师父的供养。现在社会有些自私自利之人，认为学功学道不该交费，这是一种只想得不想失的自私观念。宇宙法则是能量守恒的，但与失的总量是相等的。只想的不想失的人，反而什么也得不到，得来容易不会珍惜，早晚还会失掉，而且欠了别人的钱，情之债加上利息，在阴性程序的控制下，早晚必害。因此小便宜是不可占的。俗话说，占小便宜吃大亏，即是此理。宇宙法则不仅是得失平衡，而且应该是先失后的，如同进商店购物，需先付款后拿东西，学法求道也是如此。在商品社会中，各种法也是一种商品，有它无形的，或者可以说是无价之宝的无形资产，而且你在学法求道中所付出的远远低于它的实际价值。有时师父给你一句话则千金难买，你在学法求道中付出一些微薄之资，也是在用你的劳动所得换取别人的劳动，是一种价值交换，符合商品经济规律，但是道又是一种无价之宝。有时师父给你一句话，则可使你受益终生，或者教你一招一术，足以使你养家糊口，得益一生乃至多劫。因此在学道中的价值交换又是非等价的，只要你愿意舍，所得到的无形价值远远超过你付出的有形价值。可是人们往往迷惑留恋于表象的钱财，连一点学道学法的微薄之资都不想舍，甚至毫不掩饰地说，如果不收费我就学，收费就不学，而不知道自己生生世世挣了多少钱，又花了多少钱，何止千金，其结果连开悟也未达到。如果为自己求道学法都不想舍，又怎能为众生去舍？更不可能彻底的舍。正是因为不愿舍，才障碍着你生生世世难出六道。财的第二个含义是不要把财看得过重。如果你明白修行的最终目标是要突破4维、5维、6维，达到超高级生命，成佛得道，首先要能够舍掉以财为总代表的3维物质利益，如同我们上楼梯一样，要想上一层台阶，
必须先把脚离开下一层台阶。从一定意义上讲，就是舍，先失后得，不失不得，小失小的，大失大的，彻底的失才能彻底的得。何况钱财是生不带来死不带走的身外之物，其本性是实不可得，因此要把它看淡，悟空。修行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在一点一滴培养你舍的精神，一点一滴的小舍，正是为将来彻底的舍打下量变到质变的基础。但是很多人修行未果，就是败于舍不得财，因为财是一切利益的总代表，故财舍在修行过程中也尤为重要。而履的第一层含义是指你的生活伴侣和亲属，修行是在走一条与凡人思维完全相反的道路。凡人在为财色名利你争我斗，修行人则是舍私利而不失，走着一条舍得道路。因为修行不离生活，因此家庭伴侣亲属是否对你理解和支持也非常重要。如果对你不支持或极力反对，则对修心养性、布施积善阻碍极大，轻者使你心烦意乱，重者造成家庭不和。因此要想修行精进，首先要使家和。俗话说，家和万事兴，要以极大的耐心、爱心去关心家庭的每一个成员，以自身的良好心态来感的伴侣的支持。这种支持包括经济、时间、环境、参悟、心理等。有许多修行人不知道如何改变家庭，取得亲属的支持。在此，我教你一个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先改变自己，不要再去埋怨别人，不要把眼睛老盯着别人的过错，要反观内照检查自己。修行不是在修正别人，而是在修正自己的不良习气。应该努力提高自己的定力，提高自己的平等心和慈悲心。当你的亲属看到你改变后，他们才能通过你的改变，对你所修之法产生信心和理解，不仅会支持你修行，他们可能也会走上修行的道路。你不必怀疑，有许多人已正过此路。在你这一生临终之时，履的意义则尤为重要。从现代医学的角度判定人的死亡，是以断气无脉为准。这种判定并不科学。其实，人在死亡之后，灵魂并非立刻离开身体，有时会长达4至8小时才离开肉体，最长的还可能长达12个小时。在这个过程中，灵魂特别需要安静，不希望别人干扰。如果亲属大哭小叫，急于洗身更衣，则对其灵魂的安定极为不利。这时如果灵魂稍有烦躁，顿生嗔恨之心，其在转世的生命层次则急转直下。因为人在临终时的念头决定他转世的境界，因此亲属如懂此理，则应该帮他助念。佛教及许多宗教都有临终助念之意，
侣的另一层含义是指修行的伴侣，在修行大道上常结善缘，尊重师缘，是保障你树立正知正见不走邪路的重要因素。尊师才能重道，才能在此缘中得道。同时，正确的选择修行同道也尤为重要。如果选择不当，则易受到庞杂思想或邪知邪见的感染，易偏离大道。有时接触一两次恶知识或恶友，就会断掉自己多生多劫的慧命。当你在潜移默化之中接受了偏知邪见，不仅不能精进，而且是越精进反而离道越远。三、法的含义有四：一是在修行道路上选择哪个法门，古今中外法门诸多，使人眼花缭乱，无所适从。除了各种宗教，仅气功门派就有上千种，宗教中则又是枝蔓繁多，仅一个基督教就下分2000多支，佛教又分密宗、净宗、禅宗、天台宗等，其各种经典又号称84000法门。面对如此之多的法门，的确难以选择。要想在诸多法门中选择出一种适合自己修炼的方法，首先要打破自己所在国家、民族的思想界限。在选修法门时，不要受本国家、本民族的局限和低，他们同出一个法身，只是适用不同众生而已。要用平等心看待一切法门，更不要攻击其他法门，因为一切法都出自同一本性，无论你攻击哪个法，都是攻击根本，都是在分别和造业。第二条标准，其法是否性命双修之法。有些法门只重修行，有些却只重修命，各偏一方，则影响成功的速度。如果只修性不修命，没有一个好的身体，心性无安稳的存身之处，神则不安，如同一个人住在到处漏雨进风的破屋里，怎能安心修道？相反，如果只修命不修性，仅要一个好身体又有何用？如同豪华室内住着傻子，其实这个好身体也难以维持。因此需选择性命双修之法门。第三个标准，要选择适合自己修炼条件的法门，根据自己的条件等各方面因素随缘选择，也可以运用自己的第六感觉或阴性功能对某一法门进行感知。比如听闻佛法立刻心悦欢喜，你则与佛法有缘。在佛法里又有穷学贤、复学密之说，可量力而行。如看到圣经爱不释手，你则与基督教有缘，因此可随缘而定。即使是一家人，并不一定勉强去信仰一种宗教或选定同一法门，以免障碍自己的修行之缘。曾有一位与佛有缘之人，因其父母信仰基督教，自己却认为一家人不能有两种信仰，结果正是因为这种所知障碍了他10几年未敢深入佛法。
因所支障使自己错过了10几年的修行机缘，实为可惜。法的第二个含义是，入某一法门之后，要选择好具体的修炼方法，从各个角度准确地掌握每一个修炼方法的技术要领。比如佛法里的修4禅8定，里面有很深奥的技术要领，在某一不同的阶段该如何修炼，都有不同的方法。同时要根据自己的慧根类型以及某一阶段应选择的修炼内容来循序渐进的修行，这对于加快精进速度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不懂者可尊师指导，依教奉行。法的第三个含义是，学道时要博采众长，取各宗教门派之长，参透其中之理。有些门派标榜自己的最好，学我的不能学他的，甚至必须烧毁其他门派的书籍，这都是心胸狭窄的门户之见。应当明白，法只是修行工具，只是作用不同，而无好坏之分。因此要选择先进而又适合自己当前修行的法，才能提高修行进度。但是修道时要一门深入，进入专修阶段后，就不能三心二意，得陇望蜀。如果今天修此法门，明天修彼法门，等于走几步此路，又去走几步彼路，终无进程。如同上了几个1年级，结果还是1年级。法的第4个含义是，不可执着于法，法是修道的工具而非目标。若执着于法，则本末倒置，累及自身。因此古圣贤教导我们，为学日增，为道日损。在学道期间要博采众长，多积累知识。敲门砖的作用是敲门，一旦开悟，敲门砖已完成作用，因此要为道日损，将其放下。修心的本意就是要去掉分别执着。如果执着于法，仍在梦中迷惑，因此对法也不可执着，应明白诸法空相，实不可得。四地是指修炼的环境，一般要选择环境清净、空气清新的地方，同时还要注意地下磁场。如果选择地下磁场不适之地，不仅不利于修炼，而且易伤身体。选择时主要靠看光或其他感知功能来判定。如果不会看光或感知，可以在此打坐几次，如感觉良好，则可以在此修炼。如果总是不舒服，则可更换地方。修炼环境还包括你经常接触的人，如出家修行的僧、道，常住在寺院、道观。在这种集体专修的环境中，其环境本身就时时刻刻熏陶着修行之心，是一种相互监督、相互鼓励、相互参悟、集体并进的良好环境。在家修行之人由于居住分散，各自为事，缺少相互参悟和提醒、鼓励之机，再加上天天接触世俗之见，
随顺各种习气，如无恒心、定力、悟性，则很容易盲修瞎练，常进甚慢，或是误入歧途，或是因惰性半途而废。莫学见义，在家修行之人应寻找那些在修行方面知识渊博、悟性较高的善知识，能经常在善知识的指导和词话下提醒精进。如有条件，修道人可常定期或不定期地聚集在一起，相互参悟，相互鼓励，并在集体汇成的巨大场能里共同提高。5. 师有几层含义。一是学法修佛入门时，要寻找和选择自己的师父或指导老师。俗话说，离师无法，离法无成。选择师父或导师的标准，并非看其有多大名气、多大年龄或多老的资格，主要应选择名师。所谓名师，就是明白大道之理及宇宙真相的师父。至于名气、年龄、资格等都无需计较，对于长相和身份更不可以貌取人。俗话说，真人不露相。一般人都认为世界冠军水平高，站在人前显赫出名，立功受奖的都是世界冠军，实际上是其教练的水平高。如果没有通达原理，指导得当的教练，就不可能培养出世界冠军。世界冠军固然水平高，但仍然是教练手下的产物。因此，要选择参透原理、品德高尚并深明大道之理的名师。如果选择了连他自己都不明道理或分别心较大的师父，怎能指导他人修佛正道？求拜名师，是帮你破迷开悟。当你不知道路时，要给你引路，把你带领到认识路之后，你能进入了正常的修行状态，则是开悟。古时称出师，开悟之后，才可以自己把握修行方法，才算进入正式修行阶段。师的第二层含义是，要想求道、学道，必须恭敬师父。古人最讲究尊师重道。古时学生成年之后，除了名字以外，还要起字和号。为了尊重，同学和旁人不能直呼其名，只能称字号。唯有自己的父母和老师可以直呼其名，对师如同其父，故名师父。可见古人对老师的尊重非同一般。因此古人常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一日之师，终生不忘。受人滴水之恩，应当涌泉相报。父母虽对自己恩重如山，但只给了你一生的生命，但师父给你的却是慧命。慧命却是多生多劫所难以得到的。尤其是在修道过程中，对师父尊敬与否，首先是一个道德品质问题。如果一个徒弟连自己的师父都不礼不敬，更不会慈爱众生，这样的人学到何用？因此，师父是不会把真迹绝学传授于他的。试想，一个没有慈爱之心的人，
学了高功夫只能祸害众生。师父如果把高功夫传授给他，等于师父也跟着造孽。因此古代一些名师高人为了避免后患，许多高功夫宁可失传，也不误传。尊敬师父，还要经得起师父的考验和长期磨行。古时有徒弟3年奴隶之说。古人学手艺学功夫，要给师傅干各种杂活，以作为对师傅的供养，有时还要忍受师傅的打骂。有些人不能忍受而离师回家，结果是一无所获，半途而废。其实师傅并非有意折磨徒弟，是在帮徒弟磨性，让你明白功夫得来不易，才知珍惜，使其降低心位，空掉自我的一切，你才能很快接受师傅传授的东西。古时传授功夫一般是言传身教，为防失密，非常高级的功夫则以心传。只有心位调整到极低的徒弟，甚至师傅给一个眼神即能深解其意，方可心传。古成语中心领神会正是如此境界。古时有一典故，一师收教3徒，3年内只让干杂活和练基本功。3徒性极难忍，认为跟这个师傅已经没有什么可学了，想辞师而去。师傅说，你们想走可以，须先去办一件事，到河边取回沙、石子、水各一满盆。取回后，师傅将一盆沙倒入石子盆中，沙不见了，又将水倒入石子盆中，水也不见了。师傅问3徒，满了吗？3徒恍然大悟，非自学功夫已满，实是自心太满。3徒跪地拜师，继续求学。所以学功求道要有恒心，经得起磨性，勤奋求学，刻苦精进，持之以恒，方能得道。尊师重道，持之以恒还体现在当师傅处于低谷、有病或遇师难、法难之时，能否与师同舟共济，心不退转，并经受长期的磨练和考验，才能跟定名师，随师成就。师的第3层含义是，在学功求道中，到了高级层次，不是谁都可以学，也不是徒弟找师傅，而是师傅找徒弟。要想学高功夫，首先需具备德、物、慧、缘4个条件。德是指道德品质要求极高，因为德高才能功高。2是要有极高的悟性，才能达到心领神会，领悟精髓。3是要有很好的慧根，否则教也难会。4是要与本师有缘，如无缘分，虽相遇而不识；如无缘，则踏破铁鞋无觅处。如有缘得来，全不费功夫。一般来说，与本师前世就有师徒之缘，今生上师可凭前世打入徒弟灵体的法印寻找本门之途。因此这4个条件缺一不可。
诗的第4层含义是，同修同道之间要虚心谦恭，相互学习。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修行人应当明白，修行是在修正自己的不良习气，而不是在修正别人。而许多修行人都有专挑别人毛病的习气，这就颠倒了修行秩序，是专门在修别人，而不是在修正自己。这仍属于偏见和习气，因此要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不要专挑毛病，反而自满，失去取长补短之机。即使是自己99%都强于别人，别人有1%优于你，也要虚心地向人学，学到这1%，自己才能达到圆满。如果只看到别人那99%的缺点，则失去了那1%的所获。挑人之短于人，于己都无利。学人之长，不仅利己，也可勉励他人扬长避短，提醒求学改过之心，此乃功德。因此有智慧者不仅可以人为师，还能以万物为师，因为道在万物中。6. 德。修行主要是修德，但是世上很多人对德之含义并无深解。俗话说，积德行善，故世人误认为行善即是积德，把单纯的做好事认为即是修善。修道中的善和德都是广义的，那么德的真实含义是什么呢？古人在入定状态下，以其神通发现宇宙蛋缸爆炸时，最初的模式图是以14个圆组合而成，而且这14个圆均匀围绕坐落在同一个圆心上。这就是古人在造字时将德字的右半边写成14一心的用意。这种形象化的造字，其真实内涵是这14一心的宇宙模式图，包含了宇宙的总规律，也是宇宙本性的显现。左半边的双人旁是在提示人们，人人都要按照宇宙本性及规律去办事，使每个人的行为紧紧地靠在宇宙本性和规律上，人类才能长久不衰。所以古人把德作为人们的行为准则，可见其用意之深。古人为了让人们更进一步理解德，又把道德2字并为一词。道即宇宙本性，大道无形，对于无形、无相、无声、无息的如此抽象之道，使人们无法可依。因此德是由无形的道生出有形的模式，是为了让人们有一个有形的标准作为行为准则，方可依德行道。所以有德才合道，无德则逆道。修行正是古人悟出了其中的奥妙，而不断修正自己的不良行为，使自己的意、言、行逐渐合于道，故称修德。修道莫学认为，要想修德，使自己的行为逐渐贴近道，首先需研究道的特性，懂得规律，才能在实践中把握规律，逐渐靠近宇宙本性。因此我们无论认识某一事物，都要从道的角度去看，
才能正确地认识这一事物。而我们一般人看问题和认识事物，只从自我及分别的角度来看，都是以我为中心，以我定是非，来进行分别取舍，岂能不错？即使是从两三个角度来看，仍然离宇宙本性相差甚远。人类所作所为大多是违背宇宙自然规律的，所以反过来，宇宙自然规律必然要惩罚人类的多种不规行为，这就是人类共业所受的果报。绝大多数人看问题都是以我为中心，以自我见解、习惯、利益为标准，完全无视宇宙规律，所以大多是背道而行。但是由于人们有我执而自私，都不愿放弃自己的错误观点，因此执迷不悟。岂不知谁看待事物越靠近自我，个性习气越强，离道越远。只有忘我，才能真正进入真我本性之中。修得标准，除了要研究把握宇宙八大规律以外，更重要的是应逐渐去贴近哪个无形无为的道。气慧是指慧根，顾名思义是智慧之根。一般人很难理解，慧根和天生聪明并非等同。天生聪明是指阳性大脑生下来就聪明，而慧根是指前世修行的基础及靠近宇宙本性的程度。每个人的本性、智慧都是一样的，都是本性中本来俱全的。因此说，这种本性的智慧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平等无别的。所谓在佛不增，在凡不减，但表相上为什么又有如此大的差别呢？这是因为每个人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烦恼、不良习惯及各种我执我见造成的障碍，使自己生活在迷惑颠倒之中，看不清宇宙和事物的真相，因此造成了不同的慧根。谁的障碍越多，迷惑越重，背离本性，真相越远，慧根也越差。反之，慧根越好，智慧是本性的自然显现，对众生都是平等无别的，如日当空，众皆可见。有障碍者，如云遮日，不显智慧。关键在于我执、我见造成的各种心理障碍。由于心理障碍程度的不同，相距规律、本性的远近不同，所以每个人的慧根也不同。对于修行人来说，慧根优劣相当重要。它虽然是前世修行程度的见证，但又是今生修行的基础。譬如有些人前世修过佛法，今生一听到佛法即心生欢喜，则可能在佛法中修行得度。但是在佛弟子中又存在各种不同的慧根层次，都与前世修行程度有关。有些人前世与基督有缘，今生则喜读圣经，在基督教中操练得度。但有些前世与各种修行法门无缘者，以自己我执我见、不良习气为主导的人，背离本性甚远，慧根较差，
今生你怎么劝他都不愿加入修行，有些慧根更差的还会讥讽、攻击、诽谤他人修行，这都是因为前世所修的慧根不同。前世慧根较好的人，对于今生修行非常有利，闻大道之理或听闻佛法，则心旷神怡，心生欢喜，理解和接受速度比常人快，因为在前世修行过程中已经有听、学、悟、修得基础，如同过去已输入有关程序，现在已经调出立即生效，慧根较好。如果今生不修，非常可惜，不进则退，以后不知何时才能碰上修行的机缘。因此今生要把握良机，在良好慧根的基础上努力精进，启发他人开悟。这时可以运用自己的神通，但丝毫不能夹杂卖弄显示的念头，更不可居功傲慢，如果夹杂则是动念造业。悟是指悟性。在科学发展的进程中，人们认识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一项科学技术的发明可使生产力成1000万倍的提高。在修道过程中，悟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很有相近之处，只是一阴一阳而已。悟有浅悟、深悟之分，但悟的最大障碍不是来自外界，而是自己思想上的重重障碍。因此悟的过程和关键就是破之障，如能破除一层障碍，则接近一分本性。因此破障越多，离本性越近，最后见性归真。悟有小悟大悟之分，小悟是悟一些功法、修行方法的原理，使自己在修炼、修行技术、方法上提高速度。学习功法不要死记其中的一招一式，参悟修行方法也不能死守其中的一戒一持，而是要悟透其中原理。悟透佛法原理，你就能举一反三，自己可以随心所欲地编出各种更灵活高效的法门进行运用。悟各种修行方法也是如此，不仅要知道怎样做，而且要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如不明此理，只死守戒条，也可能这一生就白白悟在戒条里。谈到悟性，我们就先悟一悟《西游记》给我们的启示。《西游记》中描写了4人西行取经，其实是在描写一个修行人所表现出来的各种内心世界和修行过程。他既有唐僧的慈悲善心，但执着慈悲的同时却又造下恶业，因为善恶是一不是二。俗话说小慈悲生祸害，他又有孙悟空聪明灵活的慧眼悟性，但过于争强好斗，缺乏耐心和慈悲。他又有猪八戒贪吃好色、贪财懒惰的各种习气，被外境财色勾引，因而常起半途而废之心，回高老庄享福之念。他还有沙悟净本分老实的特性，但由于过于老实，则有时显得愚钝，
作者巧妙地把一个人的各种思想性格和各种习气，以及他们在修行中的转化过程，通过4人活灵活现地演示出来，是为了让世间的修行人以此为镜，时刻对照和检查自己的不良习气，以利修行。孙悟空虽有广大神通的72变，但仍然跳不出如来佛的掌心。此处如来佛的掌心则代表宇宙总规律，暗喻你再有神通也跳不出规律之掌。所以万般神通皆小数，唯有空空为大道。宇宙的本性是真空，因此给他起名悟空，以悟空来对治执着神通，点化他神通是末而非本。对于诸八界的贪图财、色、名、食、睡，要用佛家的各种戒条来对治，故起名八戒。对于沙僧的愚钝，则以清净心来对治，静能生定，定中生慧，智慧出现才能消除愚钝，因此起名悟净。给3人戴在头上的紧箍，实际上就是戒律，使其自我约束，改正习气，才能坚持西行，取得正果。紧箍提示我们要以规律为戒条，时刻自觉约束自己，不可任随和放纵自身的习气。他们的紧箍都是自己戴在头上的，寓意修行持戒要自己主动约束自己。因此真正的修行人要自觉约束自己，等于给自己戴上一个无形的紧箍。觉悟者明白，宇宙间最根本、最大的戒条宇宙本性，能时刻把握在宇宙本性上，就是守根本戒，也是最究竟的戒。我们如果从生命维层上来悟，孙悟空出世之前是一个石猴，石头属于一维生命层次，经过多年运化修炼，可以达到灵性极高的3维猴子，再经过多年学道修炼，又可以达到神通神变的4维至6维以内的层次。而唐僧、八戒、沙僧原先是4维至6维天界的层次，由于天福享尽，又被四舍五入法则给退转至3维的层次。只是由于上世慧根好，有些神通而已。这又向我们揭示了宇宙维层的涌动螺旋规律，在4维六道中不升则降，循环不已，提示我们通过修行可以突破维层而升华，造业也可使生命层次下降，向人们明示了修行的作用和果报。所谓的取经过程，完全是对修行人的磨性过程，历经9981难，过一难则离西天进一步。这里的西天指的是真我本性，而不是某一个具体地方。那么为什么要经历81难呢？佛家将私货分为3界81品，我们所处的欲界天有9品，色界天有4禅天，每层天有9品，4、9、36品，在往上是无色界天、4空天，每层9品，共36品，合计共81品。寓意修行路上
必须突破81品私货障碍，才能冲出三界，成佛的道。在想魔都是来自何处，几乎都来自佛的身边，说明佛与魔是同一法身。因此说小魔成小佛，大魔成大佛，不魔不成佛。可见佛与魔也是一不是二。西天取经的魔性过程也同样是舍得过程，魔性帮他们逐渐改掉自己的各种不良习气，使自心逐渐清净。最后在西天藏经阁中取经之时，两位佛向他们索要小费，有些人不明此意，心想佛界办事也要送礼收小费，其实是误解其中含义。佛界是9维以上的生命层次，何须用3维金钵？佛是在试他们愿不愿意彻底的舍。他们随身所带唯一值钱的只有这一紫金钵，愿意连最后一件东西也舍掉，才能成佛。修行人如有一样事物舍不得，下世则必因此因缘而生，不可成佛。以前曾有一典故，一位修行极高的老太，临终前得一孙儿，千喜万爱，舍不得孙儿，死后因此因缘而转世一女童。长大后由因缘又嫁给了他的孙子。娶嫁这天，来一高僧大笑曰：古古怪，怪古古。孙子娶祖母，亲朋锅里煮，当事人全然不知，而高僧可以看到过去的一切。祖母因舍不得孙子之因，又转世回来嫁给了孙子。以前的亲朋因作恶转世为猪羊，因与其有缘，则被自己以前的亲人给炖煮于锅中。因此有一样不舍，则有一样因缘果报。只有从心底里彻底的舍去万缘，达到一法不见，一无所求，才能成佛的道，彻底解脱。悟得第2层含义，则是悟空，悟大道之理，悟宇宙和人生的真相。当你把这些都悟透了，你就是一个觉悟的人。觉悟即可证到佛性，不觉悟乃凡夫。因此佛与凡夫的区别就在于觉悟与迷惑。要想觉悟，你必须首先放下自己各种思想障碍。悟是打开你智慧大门的金钥匙，但是这里所说的悟，不是阳性大脑的思维，而是在入静入定状态下回归真我本性。真我本性中本来就已俱全的真实智慧，则能自然流露。变化才是我们人生的常态，不变是不符合万事万物的发展趋势的。无论我们现在处于什么状态，我们都应该珍惜现在的自己。每件事情的发生都是对我们最好的磨练和考验。在《西游记》里，唐僧师徒4人经历9981难才取到真经，我们每个人又何尝不是唐僧本人呢？孙翼德表示，唐僧在刚收孙悟空为徒弟时，因为孙悟空打死了几个山贼，唐僧责备了悟空，认为他残害生灵。白骨精为了吃唐僧肉，
先后3次变化成不同的人物接近唐僧，但均被孙悟空识破并打死。唐僧认为孙悟空滥杀无辜，一怒之下将其赶走。在真假孙悟空的情节里，假悟空冒充真悟空，被唐僧误会，唐僧因此将真悟空赶走。这些情节都气得我们牙痒痒，那是因为我们站在上帝的视角去看这3件事情。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如果我们把电视剧里的唐僧换成我们自己，可能我未必有真唐僧做的那样好。在时代洪流面前，我们每个人都是唐僧，我们肉眼凡胎，会做出错误的决策和判断，迷失方向，从而走错路。纵使我们的毅力再坚强，也有动摇的时候。就像唐僧和女儿国国王，虽然唐僧坚守住了自己的本分，但是从他的眼神里，我们也能看出来他确实内心有所波动。好在他坚守了自己的原则，也学会了信任大徒弟孙悟空，还学会了辨别妖怪。在3个徒弟的帮助下，他成功取到了真经。而孙悟空，他生来就自身拥有超凡的智慧和本领。笔者认为孙悟空只有一个明显的劣势，就是太过刚正。后来在他师父唐僧的教化下，他磨平了自身的棱角，学会了迂回对待师父和妖怪，因此他成为了唐僧的得力助手，他成了佛。猪八戒虽好吃懒做，贪恋美色，但是本性善良，内心充满了正义。在他师父唐僧的教化下，在孙悟空的影响和指点下，骂骂咧咧，埋埋怨怨也成了佛。而沙和尚一路上吃苦耐劳，挑着重担，虽然没有多少言语，但是也一直默默守护着每个人，坚守自己的信仰，终成了佛。唐僧师徒4人代表了我们众生，我们都有各自的优缺点，这何尝不是我们人生种种困难和挑战的隐喻？81难充分展示了人生的艰辛与不易，每一次的磨难和经历都会让我们更加的成熟、坚强和明智，每一次的挫折将会使我们越挫越勇，直到我们长出丰满的羽翼。所以千万别低估你自己，你一定能成佛。以上8要素是取得修行成功的必要条件，缺一不可。修行者可以自我对照，如有缺项，要尽力弥补，否则因一条不备而前功尽弃，实为可惜。故应努力使之完备，方可成功。有个别同修提出异议，认为这8个方面并不一定都要具备，也同样可以成佛得道。例如有人说，从师的方面讲，老子就没有听说过他有老师；从修行之地来讲，就不一定要有较好的磁场。从财的方面讲，没有财的贫穷人也能修成佛果。关于这些问题，解答如下。在前面的树立正知正见是修行的首要因素中谈到，
三世因果，贯穿时空，谓之正见；本性是空，不著表象，谓之正见。从阴阳根本律中阴阳互根的角度来讲，只看阳而不知阴也是偏知偏见。从师的方面讲，既不应该从某一生某一世来看其是否拜过师，又不能只从阳的一面看其是否有阳间的师傅。我们每个人都不是一生一世修成的，都已经修了无量劫。在这无量劫中，我们每一个修行者都会有无数个师傅对你进行指教。在其中的某一世或某几世中，可能因机缘问题不会遇到老师指点，但是这还只是对阳性师傅而言。那么我们看问题不能只看阳而不知阴，只看一生而脱离三世因果来判断问题，这就落入了偏知偏见之中。每个修行人都有其阴性师傅，只是层次高低有所差异。另外，在以上所讲的师中，还包含同修之间也同样是师，万事万物也是师。甚至佛在经中还讲过，当佛不在世时，可以戒为师，以经为师，这些都是师的范围。那么有人说老子是无师自成，这又是一种只看今生未联系三世的偏见。老子本来就是成就者，我们所知道的老子来世间，其实已是他成就后的道家慈航。但是在他过去无量劫的修行中，同样也有无数个先师对他进行过指教。另外，即使是那些道家慈航的再来者，在上界也同样有佛菩萨在时刻关注和点化他，以便使他早日恢复原有的智慧，在世间度化众生。因此即使是老子在他身为老子的那一世没有阳性的师傅，也同样有上界的阴性师傅对他进行关注和指导。因此要想明了事物的真相，不能只看阳而不知阴，也不能只看表象而不明实质及深层的内涵，这样就易落入偏知偏见之中。关于财的问题，无论你今生或某一世财多财少，但首先都要有一定基本维持生存的条件，只是多少各异而已。这还是从某一生的角度来看问题。从这一点来看，也已确定了无财不足以养道。如果只从一生一世来看，又落入了偏知偏见之中。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多生多世财物的布施也是阳性和表象的一面，但是这种多生多世的布施所积累的阴德，它的总代表就是福报，在佛家称为福德。要想修成佛果，必须要福慧双修，缺一不可成佛。如果只有惑而无福德，充其量只能修至罗汉层次，还要在极乐世界中长期进修福德，或者道家慈航，回到人间加行福德。只有等福慧具足十方可成就佛果。如果只有福德而无智慧，只能修得人天福报，不能出离三界。所以从这一点来说，
财的阴性一面所积累的福报，也是成佛的道的必要条件。关于的问题，不是单指修炼打坐地方的地词如何，它首先是需要一个清净的环境。我们要想修禅定，就必须有一个清净的环境。对于初修者来说，别说修禅定，就是念经念佛，如果没有一个清净的环境，你也同样念不下去。即使你修定已达到较高的层次，如果没有一个清净的环境，你同样无法修下去，甚至还可能出现生命危险。我接触的一位同修，入定能达到8小时以上，但是由于没有一个较清净的环境，他不敢继续深定下去。因达到深层入定时，鼻子可停止呼吸，家里人常误认为他出事了，一直摇晃他的身体。如果这样定上几天或10几天，家人会误认为他已经死了，还没等到出定，就会被家人给火化了。因此修行的清净之地也必不少。从以上几个方面，我们对成功8要素的深解，进一步阐明了成功8要素的必要性。正是由于我们各种机缘的不成熟和各生条件的限制，才使我们没有可能在一生中全部具备这8个要素，所以才会出现各方面不同的进度。比如前世虽悟性好一些，但又缺乏名师的指点，今生也许会因缺财而无修道的资粮，天天忙于为生活奔命，而无精力和时间修行。来世又可能遇到名师，但因慧根较差而提高较慢，等等，这些都是因为具备8要素而误了修行的进度。同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这些修行人根本不知道修行必须要具备这8个要素。俗话说心想事成，佛法里讲一切法由心想生，如果没有心想，当然也不会有事成。所以名师在今生为我们指明了修行必须的成功8要素，我辈应当珍惜，万不可误认为可有可无，其结果是聪明反被聪明误。有缘人，感谢你看到最后。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请按个赞给我响应，回复一句修心养性，愿你修得清净自在，福慧双增，行稳致远，福报绵长。还没有订阅频道的，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随缘加入会员，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随喜转发，传播善知识，功德无量。